青牛一阵挠头，只得将原图剑放在怀中，摸着鼻环想了想，从腰带下拿出了2只2寸长短的小蒲扇，小声道：你先用这个防身好不好？也是好宝贝，他们是老君赐给我的扇子。这个属阴能扇出太阴旋风，一下子就能把金仙扇出几万里，专克火系法宝。这个属阳能扇出至阳之火，算是仅有几个能克制我这鼻环的宝贝。你用哪个？多谢，不过不必了。你我非亲非友。不急不急，就跟长庚师兄说的那般，凡事啊慢慢来嘛。就当我借你。不要。要一个吗？要不看看这些，我这里还有10多样老君炼制的宝贝。侧旁，太乙真人与白泽对视一眼，后者目中满是笑意，而前者看了看手中的9龙神火罩，莫名的想要一头撞上去。此时已经遁出数万里的李长寿先时捕捉到了这一幕，嘴角一阵抽搐，叹一声：果然啊。李长寿回想起自己的此次算计，对付冥河老祖和红莲，大概算计了6层，为了老牛的幸福生活，足足算计了10数层。老师不给我一点奖励，那绝对说不过去了。这一次的去字10分最少能拿8分吧？不夸张的讲。离开幽冥界前，李长寿先赶去丰都城，将那颗圆球法器剩余的魂魄交给阎君，又特意将那个曾跟冥河老祖均衡过的书生啰嗦鬼留了下来，想着稍后是不是会有用处。李长寿又去对4位阎君道了谢，得知那些被肾气入梦的怨魂被安置在城外，驾云过去看望。这一次能够顺利搞定冥河老祖的残魂，多亏了这些怨魂出力啊。李长寿此前派去找阎君求助的指道人已经问明白了，这些怨魂入梦熟睡也没事儿，梦里面灌孟婆汤不影响6道轮回。然而李长寿刚要在那漫山遍野熟睡的怨魂前现身，3道身影说笑间就飘了过来，却是变装念着地府特产美貌女怨魂，非要来见识一番，就请了地府熟客灵珠子做导游，从天兵大营混了出来。敖乙是追上来看变装的，并非有意外出玩耍，他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天庭将领的。这3个家伙明显也发现了这漫山遍野熟睡的怨魂，变装来回张望，不断的赞叹，对不少美貌女怨魂一阵品评。李长寿嘴角抽搐，传声对3个人道了几句，驾云直接离开了。本想去找你们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来了。这些入梦的怨魂帮了道门大忙，你们3个就替我在此地念诵超度经文，洗刷他们的怨恨，助其进入6道轮回，1个月内做完。变装、敖乙、灵珠子不由得愣在原地，背后飘过一阵小秋风，伴着2只被卷走的落叶。李长寿并未多耽误，离了幽冥界，顺着天柱直朝着9天遁去，又沿着天幕赶去太清观。他是天庭正神，自不会被天庭边缘的天道之力相阻，毫无阻碍地寻到了9天之上的小小道观，于道观大门外一拜，李长寿朗声：弟子长寿拜见老师，特来请示如何处置红莲。那熟悉苍老的嗓音响起：进就是。李长寿推开木门，提着道袍下摆，低头入内，本想再拜一个，却被这么一个坐字给摁到了那枯瘦老者身旁的蒲团上。太清圣人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，这应该是笑，李长寿此前见识过。你想如何处置啊？弟子觉得其内冥河残魂灭掉，能保留多少红莲之力算多少，就将业障红莲给通天师叔。只是弟子此前不知该如何跟2师叔解释。老子缓缓点头，也开始思索，似乎是在想如何让自己的2个弟弟别起争执。
李长寿心底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自己所想没有违背老师的本意。哎，等等，老师开始思索。李长寿紧紧地抿唇，看着此时已经闭上双眼的自家老师，倒心是一阵抽抽啊。于是18次日夜轮转之后，长寿，哎，弟子在。本来说是半日回返，现在半个多月都过去了。不过三教和平这般大问题，圣人老爷能够慎重思考半个多月，也在情理之中嘛。虽然确实有点怀疑自家圣人老爷是不是反寿湖太长什么的，但是这种事儿他既不敢提也不敢问呢。李长寿的心底叹了一声，驾云溜出天庭，朝着昆仑山迅速飘去。因为是去求见圣人，李长寿此时并未将本体潜藏，只是变作了水神的模样。云至昆仑山，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思索，打消了顺路拜访一下渡恶真人的念头。此前他已经用指道人去天地正德碑处看过了。红莲这事儿之所以迅速地传遍三界，跟守口如瓶渡恶真人脱不了干系。但是自己本身又是渡仙门弟子，过去敲打渡仙门的祖师爷，当真是有些不太地道。稍后还是请师兄走一趟吧，要好好的跟这个渡恶真人解释一下造谣传谣的危害。此时已经是过了18天了，李长寿料定道门8大高手应该是已经从梦中醒来，要么直接离了幽冥界，要么正守在那一朵红莲处。为了不破坏各位师兄师姐在自己心底的伟岸形象，李长寿并未用留在白泽处的指道人探查他们醒来之后的尴尬情形。行至彩霞静谧处，得闻前山仙人语。就听几声嘹亮的啼叫，一只白鹤飞出玉虚宫那影影绰绰的圆影，在空中化作俊俏的童子，对着李长寿远远行礼。长庚师叔，老爷吩咐让弟子直接带您去后山。此正是南极仙翁的徒儿，元始天尊的徒孙，杨戬、未来哪吒等阐教3代弟子的大师兄白鹤童子。李长寿拱手还礼，驾云向前，又婉拒白鹤童子化作白鹤载他，与白鹤童子一同驾云向前。广成子师兄可回来了？回师叔的话，广成子师叔是前日返回的。前日？啊，广成子师兄可提有关红莲之事？师叔对老爷禀报过了，说是那12朵业障红莲正由长庚师兄保管，太极图镇压，安稳得很。李长寿闻言轻轻颔首，心底不断的思忖，不觉已飞入云深处，再回神却在秘境中。环顾四周，可谓空山新雨，景色宜人，远山带青色，近山绿浅浓。云起雾落，百鸟回鸣，灵气充沛，大道盈盈。洪荒虽然有许多洞天福地，但是此地应当是最为清雅清致的去处，毕竟曾住3位圣人嘛。数百丈之外，于灵山树丛环抱之中，几座茅屋，一圈篱笆，就构成了一方院落。院中的那一口宝池，阐教12金仙之一的黄龙真人曾被观赏过。池边的那一棵树下，玄度大法师也曾在此打坐，虽然打坐没多久就改去了如今的太清观。而篱笆墙角的那一口小土洞，仿佛能够看到今日多宝道人那乾坤打洞神通的影子。三清小院，李长寿在心底喊了一声塔爷，塔爷没好气地抱怨一声：咋金斗妹妹在的时候不喊咱，心里没谱的时候就知道喊咱了，这喊有用吗？你亲师叔还能无缘无故打你不成？李长寿的心底连连赔礼，跟随白鹤童子到了小院前，对着院门做了一个道揖。白鹤童子喊道：老爷，长庚师叔到了。院中传来了一声轻笑，木门吱呀着开启，白鹤童子在侧旁坐请。李长寿带着一点忐忑迈步入内，一步跨过，景自生变。前方树下多了一张竹椅，
其上坐着那位此前见过一次的中年道者。李长寿不敢打量圣人面容，只是仔细地感受着圣人道韵。玉清圣人道的道韵，虽轻轻渺渺，却暗藏归正之意，仿佛世间万物本就井然有序，而在这秩序之间又存在着逍遥与安逸。李长寿立刻向前对道者做了一个道揖：“弟子长庚拜见师叔。”坐吧。元始天尊轻轻摆手，一只蒲团在侧旁凝成。阐教重礼，李长寿也是入乡随俗，按自己在杜仙门学过的道门通礼，先道一声谢，低头微微撩起道袍下摆，从侧后方绕到那蒲团之后，迈右腿再伸左脚，缓缓入座，双手搭在膝前。讲究的是道袍前后摆如莲花一般绽开，后臀于蒲团正中坐正，不偏不倚，方为清正。元始天尊嘴角的笑意浓郁了一些，言道：“我就那般令你生畏？”“师叔面前，弟子不敢失礼。”元始天尊含笑摇头，那小院木门慢慢的关上，侧旁也无其他圣人弟子。这位阐教教主温声道：“红莲给你30书就是，记得将冥河老祖残魂抹掉。今日我与你说些其他事。”李长寿的心底当真是有些错愕，随即便是暗自赞叹。他此前在太清观中等了18天，得来的也只是自家圣人老爷一句“随你心意”。李长寿仿佛不认识这4个字了，对自己老师之意不太明了，只能够解读为自家老爷让自己想办法过来解释。一路上他准备了5、6个解释的方案，以证明自己并不是胳膊肘往截教拐。怎料到了元始天尊面前什么都用不上。惊讶归惊讶，李长寿立刻道：“弟子聆听师叔训诫。”“并非训诫，只是与你闲聊。我有众弟子，却少有善变通者，你却很好。长庚觉得截教有何弊端呢？”“这问题我怎么敢答呀？难道要说截教尽是一些披鳞戴甲之辈？若是在元始天尊面前这般说，自是会得阐教圣人的好感，但这般岂不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又有何面目去见云霄？”李长寿的反应倒是迅速：“弟子所见或许有些片面，请师叔勿怪。在弟子看来，截教的弊端在于门人太多，架子铺得太大，其内混入了不少凶恶之生灵，拖累了截教教运。截教本就少了镇压教运的宝物，而今的情形更是不容乐观。”“你所见确实不错，我最担心之事便是截教会拖累他自身。”李长寿闻言，心底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。在元始天尊的眼中，通天教主是通天教主，截教是截教。元始天尊对截教是看不过眼的，但是对通天教主依然有着深厚的情谊。果然，元始天尊语重心长地教训着：“这红莲若是真能帮你30书镇压教运，那也是好事。但你也需对他劝言1、2，让他莫要用红莲去庇护那些心性不善者。而今大劫降下，我这众弟子与他众弟子一同入劫，未尝不是清理门户的时机。”李长寿连连点头，拱手低头：“二师叔训诫，弟子记下了。”元始天尊看着眼前这浓郁的树冠，继续对李长寿缓声言说。李长寿全神贯注地听着，努力地思索着如何回应，尽量让自己答得足够稳妥，不会让圣人不喜。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元始天尊对通天教主是真的挂念，对截教大部分弟子确实是有些反感。阐教与截教的根本矛盾，除去大劫之下必须有足够的劫灰之外，也在于此处。这应该就是自上古至今广成子等阐教仙
主动与截教仙始终保持距离，且不断起冲突的内在原因。当然，燃灯等居心叵测者煽风点火，也功不可没。要不要趁机问一问元始天尊对燃灯的态度？李长寿迅速打消了这般念头，默念了几遍稳字经。他是人教弟子，如何能干涉阐教教务？毕竟谁也不知燃灯是否为元始天尊的棋子有其他算计。李长寿在三游小院中待了半个时辰，大多时候都是在听元始天尊言说通天教主收徒如何如何随意，如何如何不妥。总结下来就一句话，他这样不行。这三位圣人老爷当真是有三个不同的性子。元始天尊看似无所挂念，实则凡事都在操心，甚至想为通天教主安排整顿截教之事。通天教主自是洒脱不羁，凡事都不太操心，且意气风发，要从天地之间为众生截取一线生机。自家圣人老爷那就更厉害了啊！清静无为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能交代给弟子做的事就自己绝对不会出手，甚至给弟子发任务那都是一个去字，剩下的自己琢磨去吧。未去玉虚宫，李长寿驾云径直离了昆仑山，而后施展风遁之法，化作一抹清光，悄悄地划过天地间，赶回东海天柱，向下遁入幽冥。接下来就是将红莲送去碧游宫中，对通天教主委婉地表达一下元始天尊的意见。若是两位圣人老爷能够握手言和，那道门的大劫就能够直接化解小半。可惜啊，李长寿此时已经能够预料到，通天教主应当不会将元始天尊的劝说放在心上。